速度。我们要在敌人退下来之前堵住敌人的退路，加快行进速度。 徐团长，省了多少打你？怎么处置？郭炳生啊，这马上就要开战了，你个师长不在自己的位置上，管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你？这咋叫鸡毛蒜皮的事儿？一个小兵打你军团长，这小事吗？行了，回到你的位置上去。我告诉你啊，这是敌人的唯一退路，你把口子给我封实了。你放心，我一定守住这口子。你小子给我听好了，再不下次一枪崩了。行了，快去。 警员，哟，给他松绑。是。快点！你叫什么呀？七斤半。别笑！别笑！7斤半。为什么叫这名啊？ 小时候，我爹让抓了壮丁，后来就找不着了。再后来，我娘也死了，归了丧母。我被卖地主家换了7斤半粮食，打那儿起就叫7斤半。哎，过来！我看你挺机灵。 给我当警卫员怎么样？警卫员啊，行啊，谢谢军团长。军团长，我刚才是树人行了，我总不能叫你7斤半吧？你姓啥？姓石，石头的石。我有个别号啊，叫石川。我干脆给你起个大名叫石磊吧，4块石头。好，行，军团长。枪呢？枪让他们收走了，去让他们要回来。是。放。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哎，小兄弟，请问这里是红三军团指挥部吗？你打听那么多干嘛？这是军事秘密。不会，我是想找个人，麻烦你通禀一声。你要找谁？我找黄公略。好，报告。接。军团长，外面来了一个叫黄梅庄的人，他要找黄军长，说是黄军长的大哥，这是名帖。黄梅庄，这人我好像见过一次，请他进来吧。是。攻略的母亲啊，是侧室。他们父亲去世以后，攻略他们母子俩受尽了大老婆一家人的欺负。我听攻略说，他这个大哥品行极其恶劣，不是什么好东西。哎呀，那他这会儿来想干什么呀？嗨，黄鼠狼给鸡拜年，准没什么好事，先见见再说。好。里边请。哎呀，诸位好，诸位好啊！哎呦，不认识啦，我是攻略的大哥呀。怎么会不认识呢？黄大哥，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哎，我从南昌
黄大哥，哎，我给您满上。哎呦，客气客气。尽管菜少点儿，但这已经是咱们最高标准了。黄某真是受宠若惊呐！哎，彭军团长，来，我先敬您一杯。我平时啊不甚酒力，既然黄大哥敬我，那我一定得喝。大家一起来，来，一块一块。黄大哥，好酒力啊！来，我给您满上。食菜，来！哎呀，彭军团长啊，这几年不见啊，你们发展可真是够快的。你看，攻略当初刚从黄埔毕业的时候，充其量也就是个营长，现在都当军长了，还打了那么多的大胜仗啊！黄大哥，你别听外头人瞎说，那都是唬人的。我这个军团啊，不过万把人，装备也差。来，黄大哥，啊，黄大哥，我记得攻略有一个叔叔，他现在在哪儿高就啊？哦，您是说的汉香先生吧？对，那可了不得呀！刚刚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西宣抚使。宣抚使，这是个什么官啊？上可通天呐！来，黄大哥，我跟攻略可情同手足，有什么好事儿，你可不能落下我呀！啊，哎，嘿，有眼光。好，我再喝一个。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不瞒大家了啊。这次呢，本人是专程来给攻略送总司令的亲笔信。校长啊，他是看错人了。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想通过收买和拉拢得到，那是不可能。石川，谢谢你那么信任我。攻略，咱们俩共事15年了，我对你啊，就像了解我自己一样。甭说老蒋许你个集团军总司令的官儿，就算许你个海陆空总司令，为剥削阶级去卖命，你是不会去的。这封信啊，你替我交给毛政委和周耀总。嘿，我觉得还是你自己交更好。行，我自己交。平江起义之后啊，他们就把我母亲赶出了黄家门。我早就和这个家庭决裂了。黄梅庄是受蒋介石和何健的支持的人。何健这个刽子手啊，杀了毛政委的妻子，还掘了你们家的祖坟。依我看，得以牙还牙，给他点颜色看看。好，就按你说的办。蒋贼卖国，屠杀工农，罪当处剐。汉相附逆，就将引颈受诛。梅庄甘当走卒，欢儿狗头，以作校友。黄攻略，这就叫顽固不忘，甘当流寇。在立，校长，以后
不要再在他们的高层做出工作。下一步，应该针对他们的中下级军官，一定要有所突破。属下明白。老彭，谢谢你啊。谢我什么呀？谢谢你替我处理了黄梅庄的事。哎，你替我写给老蒋的那封信啊，毛政委看了，都说你有文采。哎呦，老毛那是大文豪，你听他的，他那是取笑我呢。第2次反围剿刚结束，没想到老蒋那么快又召集了30万人马进行新的围剿，还调来了他的得力五虎将。我这一次随一军团行动，我们又要分开了。攻略啊，自打平江起义之后，这屈指一算，咱们俩可真是聚少离多。石川，和你待的这些日子里，我发现你有很多优点值得我学习。嘿，但并不是没缺点啊。哦，你这个人啊，有时候过于严肃。据我所知啊，你的部下都怕你，这个不利于发挥民主。还有，你勇敢，不怕死，这是做军人最宝贵的品质。可一打仗你就往前冲，你别忘了，你现在是率领全军作战的最高指挥员。诚恳接受，但只能是能改多少改多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攻略啊，我听说老蒋这次围剿啊，还派了飞机，那玩意儿满天下弹，没个准。你注意安全啊！行，能从你嘴里说出注意安全的话，我很惊讶。行，你自己多保重。咱们胜利后再见。胜利后再见。几位领导都在呢，通报各位一件不幸的事儿。什么事情？红三军黄攻略军长在敌机的轰炸中牺牲了。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一起闹军饷，进讲武堂，一起参加北伐，组织平江暴动，开展游击战争。我们是无话不谈，我们相约要一起完成中华民族交给我们的历史使命。正有，言犹在耳，可如今却阴阳永隔。走着走着就散了，
回忆都淡了，看着看着就倦了，星光也就暗了。师长，喊什么师长啊？我说过多少遍了，敲门喊报告，听不懂啊？嘿嘿嘿，出去！是。报告。进来。报告师长，我们刚刚抓到一名女奸细，他们让我请示您，是不是就地枪决？有什么好请示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是。王子，你刚才说抓到一个女奸细？对啊。她人呢？被绑在帘布的树下面。带我去看看。我是来找红军的。快说，不是，到底是不是奸细？你们冤枉我！我不是奸细。到底是谁喊你来的？哎！首长好，我们抓了一个奸细，就是他。师长大哥，你不认识我了？我柳月。柳月，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们家遭难了，我来投奔红军，他们非说我是奸细。你们怎么搞的啊？没弄清楚就抓人呢？没事吧？没事。没打你啊？没有。回头再收拾你。这是我送你那本书吗？是啊。你真在看啊？哪还有假？来，你听好了啊。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爱你。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怎么样啊？我背的没错吧？啊，背的还挺熟的。那是，我不打仗的时候啊，天天都看这书。来来来，走。哎，你刚才说你家遭大难了，怎么回事啊？你们前脚刚从长沙走，那个何健后。我很理解，但是我不能让你当红军。为什么？什么为什么呀？我们天天都在打仗，你这样的从城里长大的姑娘，那哪吃得了这苦啊？那再说了，打仗会死人的，太危险了。我不怕死，我求你了，师长大哥，你让我参加红军好不好？求我也没用。不怕死，哎，我不怕苦。干什么？你不让我参加红军，反正我也没有地方去，我就死在你这儿。
你刚怎么答应我的？啊，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儿，都不能想死，是不是？那你让我参加红军啊？好，你先把枪给我。不给。给我。不给。臭丫头！傻丫头，连枪都不会使，还当兵啊？明天我就派人送你回家。你别送我走。其实我见你第一面，我就喜欢你。我就是想找到你，一辈子都跟你在一起。就算你把我送走，我也会自己回来的。你真的愿意当红军啊？我愿意，我100个愿意。我收下你了。真的啊？嗯。谢谢师长大哥，你真是我的大恩人。放手啊！同志们，刚才我向诸位传达了临时中央下达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者是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与会的大多数同志都表示赞成，那就是努力求得在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各苏区整个连成一片苏维埃根据地。根据临时中央下达的决议，要求我们利用目前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有利条件，占领1、2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取得胜利。请大家各抒己见。谁先发言？我来说一下，我征求了刚到苏区的刘伯承同志的意见。他认为呢，现在攻打吉安对我军不利，因为吉安及其四周驻扎了陈诚的5个师的兵力。相比之下，我觉得攻打赣州方为上策。我同意湘英同志的意见。我以为打赣州有以下几个有利条件：第一，赣州是赣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是贯通赣江两岸苏区的最大障碍。攻克赣州，湘赣根据地就连成一片了。第二呢，赣州是一座被红色区域围困的孤城，便于红军攻取。第三，赣州守军兵力薄弱，仅有8000人，我们在数量和士气上都比较有优势。关于这一点呢，我来说一下。现在赣州的四周的农村啊，都已经成为我军的游击区，对我军非常的有利。所以我军占领了天时、地利和人和。好，泽东同志，说一说你的意见吧。我不同意打赣州。刚才作霖同志讲了打赣州的3个优势，我想讲4个不利因素。第一，从地理上讲，赣州易守难攻，它3面临水，素有“铜上杭、铁赣州”之称。红军曾5次攻打，伤亡数千人都没有攻克。第二，从心理上讲，赣州是国民党死守的堡垒，守城的都是一些极其反动的亡命徒啊。第三，赣州孤城不孤，它一旦有危险，可以获得2面3城的支援呢。第四，我们攻打赣州，缺乏应有的武器装备，我认为还是不打为好。即便要打，也要采取
围城打援的战术。老毛，我就是不懂了，为什么党中央的决定，你总是唱反调？好了好了，泽东同志说的有道理，强攻赣州，我也不同意。湘英同志，我们红军还很弱小啊，我们经不起重大的损失啊。关于军事上的重大决策，我们是不是要听一下军事领导人的意见？毕竟仗是由他们打的嘛。好，你说说，是哪位军事领导人？比如彭德怀同志，他的红三军团占了一方面军的一半，他现在正在赣南扩军，没能来参会。我们是不是应该听听他的意见呀？前不久，在伊苏大使，我征求过彭德怀的意见。他说，如果时间允许，蒋介石不来支援，打下赣州是有把握的。他还说，赣州是赣南的反动中心，打下赣州，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在瑞金就安全，红军向北发展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彭德怀同志啊，是我军最擅长攻坚的，他曾经以少胜多地打下过长沙。这在某些同志看来几乎不可能啊，但彭德怀就做到了。我们红军就是要有这样敢碰硬的将领。如果你们一定要打赣州，那我保留我的意见。我最近身体不太好，请求休养一阵子。毛泽东同志，你这是赌气，要挟组织。好了，好了，好了。同志们，我们这是在党内讨论问题，不要乱扣帽子嘛。我认为，泽东同志的意见应该得到充分的认识。关于打不打赣州，我先把大家的意见综合起来报告中央。关于打不打赣州，暂不做决定。怎么样？郭师长，你太厉害了，知道吗？我做梦都想认识一个像你那么厉害的人。打枪这东西啊，对我来说小意思，我从小就玩。哎，你打枪试试。我就算了，我不会。不会要学嘛？打一下。我害怕。怕什么？这枪后坐力很小。这位同志，你现在既然已经当兵了，那一定要学会打枪，不仅要上战场打仗，而且啊，还可以防身用。啊，按照我刚才给你说的要领，打一下，打一下。我害怕。别怕，打一下。举好。哎，堵什么耳朵呀？这枪不响，相信我啊！瞄准，打！我就说打不中嘛。没打中。你这枪打得好啊！除了你这姿势差点儿，还有没打中这个目标以外，没别的毛病啊！啊？就知道取笑我。哎，别，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哎，你这打了第一枪啊，这第二枪肯定就打好了。还打呀？怕什么呀？再打一枪，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不打了。打一枪，打一枪，听我的。有位同志，这是命令，打一枪。这胳膊呀，别抖啊！抖什么？哎，臂力不足是吧？两只手的啊，手呢要紧紧地握住枪把，要看准心，到目标啊，3点成一线，看到了吗？屏住呼吸。
1、2，打中了！那可不。快说，我打中了！哎呦，哎呦，哎呦，哎，我就说嘛，你还是挺有潜力的啊。那还是你教的好呀。关市长，咱们该回去吃饭了，同志们都等着咱们呢。对。中央的复电到了。中央是什么态度？中央态度很坚决，他们坚持要在抚州、吉安和赣州3个城市择一而攻。那恩来是什么意见呢？恩来同意中央的指示，对赣州发起强攻。彭德怀任前线总指挥。看来我真是要卷铺盖卷滚蛋了。苏区中央局已经做出决定，同意你离职休养。苏维埃政府总务处已经在瑞金东边的30里东华山庄给你找了个休养地。我当时说要离职休养，那只是一时的气话。他们倒好，顺坡下驴，连地方都给我找好了。恩来同志，哦，老彭。赣州在哪儿啊？赣州，离这儿没多远。那你们带多少人去啊？你问这干什么？我怕你人带少了有危险。傻丫头，我这次带了很多人，比守城的多出好几倍呢。彭总。已经消耗一半人了，再这么打下去，全师都得死在这儿。我让你别说了。彭总，彭总，中国军委回电，他们态度很强硬，要求我们必须下最大决心拿下赣州。赣州拿不下，绝不能撤兵。他们已经命令红五军赶赴前线，协助工程。那就再调集部队，看看还有多少人准备第4次攻城。快去呀！是。
我都查清楚了，那2个告密的狗娘养的是你的手下，你害得我第4次攻城功败垂成啊！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那2个人就是俘虏兵啊！俘虏兵也是你没教育好。我告诉你，问题出在下面，根子在上面。现在要不是用人之际，我早就撤了你了。谁给你记一次处分？这仗要打好了再将功补过。军队长，4战4挫，攻城无望。如果咱们现在继续滞留在赣州城下，后果不堪设想。咱们是否早点撤出战斗啊？撤！我死了那么多人，就白白死了吗？我告诉你，谁再说撤，我逼了谁！娘他妈的，个赣州城我攻了这么久，就攻不下来，我不信了。通知部队，简单休整，明天再攻。你给我躲开！哎，参谋长，执行命令了。不是，参谋长，来，现在前线形势十分严峻，就在凌晨2点，国民党守军还有城外的增援部队内外夹击，袭击了我们红三军团，部队给冲散了，现在损失很大。江云同志，你看怎么办？敌人太狡猾了，他们以假象迷惑我们。可现在红三军团腹背受敌，形势太严峻了，我们必须马上想办法来解决。我有什么办法？我又不懂军事。哎呀，哎，老总，你不总说毛委员有办法吗？要不把老毛请回来？现在这种局面，谁去请合适啊？当然是朱老总。朱毛嘛。小英，你把老毛给赶走了，现在出了危难，让我去请他，我未必有这个面子，还未必请得动。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说风凉话了。举灵还需须灵源啊！张英同志，还是劳你亲自跑一趟吧。好，我去一趟试试。哎，等一下。毛员来了，孔总。老毛，老彭啊，老毛，这次指挥上出了纰漏，让敌人钻了空子，损失很大。损失有多大呀？前后伤亡了3000多人，一师师长头中一气身。老彭啊，这次赣州之败，主要责任不应该由你来承担。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出了毛病啊！我们的中央啊，真应该借这次失败检查一下自己的问题了。上去说。这边就在前面，左手第一间。在这等我。是。